各位早上好。我是当下科技的 CEO 和创始人冯新宇，也是 Meta ID 的发起者和推广者。今天呢，很高兴我们有一整天的关于 Meta ID 的专题的演讲和培训啊，我就简单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安排啊。第一场演讲是由我来主讲的，是关于 Meta ID 的一些基本概念，还有未来的一些应用的一个畅想。然后接下来有3场的是关于已经在 Meta ID 上面已经是有实践经验的，或正在将自己项目和 Meta ID 结合起来的那些项目的一些介绍。然后早上最后一场呢是我们公司的王宇啊，他会介绍一下 Meta ID 和 Token 的这么一个结合情况。下午呢1点半到2点半之间呢，会有一个1小时的，可能更多的是面向开发者的这么一个演讲啊，在下午的时候会详细介绍一些开发资源、开发工具啊，还有一些开发者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啊。然后在下午大概有2小时啊，我们会有一个具体的 workshop 啊，现场的在座各位可以动手啊，然后在昨天我们 workshop 的基础上，然后做一个链上微博啊，我们可以现场的大概可能花2小时的做一个 show bus 的一个竞争版本啊，然后最后今天下午会有一个AMA 环节啊，然后各位可能对 Meta ID 可能都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在下午的时候都可以充分的跟我们这边来沟通讨论。好，然后我今天演讲题目呢是去中心化身份 Meta ID 原理介绍，还有应用前景的展望。作为今天演讲主题的第一个呢，我就是希望啊，今天的主题是一个偏向于不懂技术的朋友，第一次接触 Meta ID 的朋友都能够听得懂的，所以我可能更多的会偏向于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个畅想，还有可能会试图用一些非技术朋友也能听得懂的语言来介绍我们 Meta ID 的这么一个原理。好，然后我就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用一张图来带出 Meta ID 是什么啊？这张图是最近在 BSV 网络上的一个区块体积的一个增长图啊，可以看到在那个红色框那块开始，就是大概在3月24号开始，BSV 的区块体积就是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增长，明显比 BCH 等等的体积增长很多而其中呢，就据我们不完全统计里边80%的交易的体积还有手续费占比是由 Meta ID 贡献的所以从一个侧面来看，我 Meta ID 在最近就是迎来一波小爆发当然就是现在还是刚开始现在我们可能 Meta ID 的那个交易数可能就是说用之前 CAW 的比喻说，就我们可能现在状况就是在屏幕上的一个像素点，我们目标是将这一个像素点铺满整个屏幕所以现在大概是每天平均区块可能是10兆左右，5到10兆左右总体的那个对，然后我们以后目标是在1年后增长大概有100倍左右，所以说大家认为说未来的那个G 级的一个区块或 T 级区块，在我看来是不是会太遥远的事情好，然后接下来讲一下为什么就是我们 Meta ID 能够占有如此大的这么一个手续费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Meta ID 是什么？我想用一个比较技术性的那个概括比特币 SV 上基于 Meta 的一个分布式 ID 体系它首先是这么一个协议，其次呢，它是一个开源的、开放的这么一个协议，所有应用方呢，它可以无许可的介入。第三个呢，这协议呢本质上只是约定了用户信息如何存放在区块链上，并且应用信息、用户信息和应用信息是怎么在区块链上读取还有写入的这么一个约定。它的设计目标呢，主要是有5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用户在区块链上只需要一个
主次要啊，或者说是一个助记词，就可以使用所有支持 Meta ID 的应用。第二点呢，就是用户的基本信息和应用交易数据等等都会记录在自己掌握的那个 MetaNet 的那个树下面，然后就是这样就可以做到用户的数据还有和钱包和应用无关系啊，这样就可以做到用户彻底掌握自己的数据。第三点呢，就是不同应用间的数据可以互联互通啊，可以消除应用之间的信息孤岛。第四点呢，就是不同协议的数据可以在 Meta ID 的关联下啊，能够相互结合，这样子就可以使得开发工作可以大为减少。第五点呢，Meta ID 它是具有很灵活的扩展性，应用和协议的制定方它很方便的能够加入或者修改它需要的协议啊，从而就是可以支持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应用啊。刚才这2页呢，可能就偏技术一点的这么一个描述啊，就是如果简单来说啊，如果是要我用一句话让非技术人员听得懂的话 ，Meta ID 它简单来说就是，它是下一代互联网的重要的基础设施，它是下一代互联网的一个入口啊。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我想先分享一下我们对下一代互联网该有的样子的这么一个展望啊。在我们看来，现在互联网可能大家很熟悉，然后现在互联网经过20多年的发展，然后其实相应的弊端也展现出来了。我相信各位可能也感受得到，比如说数据它是可以被应用方无底线的篡改甚至删除，数据不是掌握在用户手中，然后应用之间都是围起一个个数据花园，数据之间不能够互联互通，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设想下一代互联网它该有的样子了。首先，它第一点就是数据它必须要大量上链，因为数据大量上链的话，就可以让数据就可以都不可篡改了，并且它是近乎永久保存。然后很重要一点呢，就是数据它是为用户真正所拥有，啊，不再属于任何一个商业实体。第三点呢，就是不同应用之间的数据它是可以互联互通的，这样子就可以彻底解决信息孤岛。我们的互联网也可以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互联网。更重要的，而且还是更必须的一点，就是它必须能够承载70亿人每天的所用啊，而不是说某个小部分用户的一个玩具，或者是一个很贵的这么一个互联网。它必须是一个真正以用户以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互联网啊。其实现在我们经常说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啊，但事实上，在我们现在的互联网里面，整个局面是以应用为中心，用户是围着应用转的，因为应用掌握着我们的数据，然后对我们的数据是有了一个绝对的权利。但在下一代的互联网里面，我认为这个情况它最明显的一个改变就是以应用为中心改变为以用户为中心。好，所以根据我们所设想的下一代互联网的一个特点啊，然后总结了一下。就作为下一代互联网，它必须有这么一些特点。就首先，区块链要作为存储层和激励层，这样子就可以，使得数据它是不可篡改啊，并且它这个区块链呢，必须要承载70亿人日常所用，并且也是一个 POW 的公链。然后第二个呢，它在这上面必须得有一个通用的数据协议。就类似我们在上网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HTTP 协议，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个数据协议，只有一个通用的数据协议呢，不同的网站、不同应用之间的数据才有一个标准，是吧？然后第三个呢，它必须还得有一个分布式的一个 ID 协议，啊，因为这样才可以做到数据归用户所有，并且呢，应用之间由这个分布式 ID 作为组件、作为关联，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好，因此呢，我们认为啊 ，BSV 和 MetaNet 它将是构成下一代互联网的一个重要基础。我们先看看 BSV 的一个特点啊。BSV 它就是一个无限扩容的一个 POW 的公链啊。它是一个高 TPS 的，并且是图灵完备的这么一个公链。
并且它是其实从2009年开始，经过10多年的这么个验证啊，它是足够安全啊，并且大家也很熟悉了。另外还有一个很大优点，它手续费足够低啊，只要手续费足够低，它才可以让用户他日常使用。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MetaNet 的一个特点了，可能 MetaNet 很多朋友还不是说特别了解啊，我就简单说一下它的一个特点啊。MetaNet 它其实是2019年6月份发布的这么一个关于在比特币上面的一个数据组织的这么一个白皮书啊，在它上面约定的数据是如何组织啊，并且是它带有了一个健全功能，所以使得数据它是不能伪造啊，就不像现在互联网一样，数据是可以随意伪造的啊，只要黑客他愿意攻破这个网站或是怎么样的，都可以把数据随意伪造。但据 MetaNet 特点，它是数据是不能篡改、不能伪造。然后第二点呢，它是具备有一个版本控制功能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对于一个不可伪造的数据格式，其实也很多啊，但带有版本控制功能的呢并不多。带有版本控制功能，对于下一代互联网，它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啊，因为谁都不希望我发的数据是不能修改，是吧？啊，但它有一点就是说，它是允许数据进行修改啊，但是所有修改都有痕迹，这也很符合区块链的一个特点啊，然后它的一个结构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将离散的数据啊收敛于这么一点啊，所以 Meta ID 就利用这么一个特点，将收敛的数据的顶点我们设为是一个用户的 ID 啊，并且以这个为组件关联所有的数据。好，然后除了要具备有一个高性能的公链，然后还得要有一个数据的一个通用格式之外呢，我们认为呢，要打造下一代的互联网呢，还得要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需要一个分布式的 ID 体系啊。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用户的信息必须要放到链上啊，这样用户信息才不是说被某个公司所控制啊。然后用户的链上必须是有唯一的 ID 才可以关联起不同的应用数据啊。然后第三点呢，需要有相关的规范和共识，这样子就是各自应用才能知道去哪里获取用户的信息，还有应用的数据等等而且需要数据互联互通的话，需要快速确定用户数据的用户身份的话，就需要一个基于 MetaNet 的一个分布式 ID 体系这就是我们打造 Meta ID 的这么一个原因也是一个大概Meta ID 是什么的一个描述所以简单来说，我们认为MetaNet 它就是一个打造下一代互联网应用的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公司就是从去年发起了这么一个 Meta ID 协议并且是过往1年多都致力于这个 Meta ID 协议的推广我们认为基于 Meta ID 上打造的应用才是未来互联网该有的这么一个样子并且它是可以带来一系列的好处然后也可以对未来互联网或是区块链应用的这么一个有很深刻的这么一个改变的这么一个事情就甚至说我们公司新同事的话是一些合作伙伴刚开始了解 Meta ID 的时候，我们都说如果你对 Meta ID 不会感到就是很兴奋，还不是感到说兴奋到晚上睡不着觉的话，那代表你还不十分了解 Meta ID 好，然后我接下来就是试图用一些比较非技术的语言，用图来描述一下 Meta ID 的一些原理首先呢 ，Meta ID 呢，它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呢是希望用一个私钥就能够使用所有的钱包、还有应用、还有网站等等这样用户呢他就不需要记一堆的一个注意词，因为现在其实区块链应用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用户他用不同钱包就需要一个注意词，甚至是有些内置钱包的应用也需要你把注意记下来但这肯定不是一个未来的一个使用习惯，所以我们希望用户以后只需要保存一个助记词就好了，这个助记词就是你的网上的一个身份你只要在一个助记词里面就可以自由的迁移，在不同钱包里面迁移，在不同应用里面迁移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数据真正被用户所拥有，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我相信在座各位可能很多也是做过那个后端开发的，也很熟悉后端开发的一个大概模式啊。对于后端开发一个应用，大家知道肯定得有一个用户表，叫 user 表或是什么的一个表，是吧？然后将这个用户表的一个自证号作为这用户的一个组件，并且呢，其他的一个数据，比如说我一个博客为例啊，然后博客的发的一个帖子等等呢，这帖子的这个 user ID 呢，就关联到 user 表的这么一个用户的那个自证号的组件上，啊，这是过往传统互联网应用做的做法啊。但如果将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区块链应用或者是一个 MetaNet 应用，扩大到一个大的应用来看的话，其实也是相同的，需要有一个用户表，而其中的那个 ID 也必须得要作为相关的那个数据的一个组件关联起来啊。所以呢，如果是我们能够希望以后是个 MetaNet 是个超级大应用，然后用户在上面应用的话是无缝可以切换的话呢，在上面也必须得有一个用户的一个组件信息在链上。这就是 Meta ID 的这么一个基本原理啊，就是我们将用户他创建他自己 MetaNet 这么一个 TX ID 作为用户的 Meta ID， 因为大家知道比特币的 TX ID 它是不可能重复的，而且它是不需要任何第三方的存在就可以去重的，就可以这么说，因为它不可能重复嘛，所以它就可以作为一个组件关联所有的 TX 数据啊。所以就是简单来说，从原理上来说，我们将传统互联网的就像上图的那种表结构，将它变成了下图的那样树状的一个结构啊，然后所有数据都关联在用户的一个 Meta ID 树下边啊，这样就可以做到每一条数据它都可以显示的知道这个数据是属于哪个用户的啊，并且这个显示的知道它是不需要用户导入私钥的，只需要应用方它和数据服务方它遵循 MetaNet 的协议，他们都能够很快知道哦，这条数据原来是属于这个用户 A， 哦，这条数据原来是属于这个用户 B 啊，所以可以使得整个 MetaNet 的数据就变成一个超级大的数据库啊。简单来说就是是这么个原理啊。然后呢，最重要一点呢，就是每颗 Meta ID 树的所有的数据呢，都是用用户的私钥来去生成的。所以用户他就对这个树有一个绝对的控制权，或是还可以很方便证明哦，这棵树的所有数据都属于我的，因为我签下名或者是怎么样子，我就能证明所有数据都是我的了。所以就这样就可能做到用户数据真正被用户所拥有。然后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不同的应用间呢，它可以无许可的采用同一份数据啊。我们认为这个无许可它是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属性啊，因为既然我们希望一个下一代互联网它是一个像一个超级大应用一样，然后数据可以自由流动的话，然后这个数据的读取它就必须是无许可的当然就是我说无许可读取，它是指用户他自己愿意公开的这么一些数据啊，然后只要用户他是自己愿意公开的数据，其他应用方他是无许可的可以采用同一份的一个数据，这样子就可以使得呢，就刚刚提到的数据它是可以互联互通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应用的竞争呢，它就不会局限在数据层面啊。就图上这个例子呢，就是可能就用户发表了一个数据在链上，但可能不同的应用、不同的公司所建设的应用，它都可以将这个数据相同的形式读出来。就当然，可能不同公司有不同的一个渲染策略，或者是不同公司有不同的这么个 UI 体验啊。然后，所以以后就应用，就由于基于这么个特性啊，它就可以做到它竞争层面就是在用户的用户体验，还有在用户的一个自费层面上做竞争，而不是说，哎，我拥有你的数据，你必须用我的应用啊，就可以彻底打破这么一个局面。好，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对开发者很有用的，就是不同协议的数据呢，它可以相互组合，然后开发呢就像搭积木一样，因为每个 TX 数据呢，它都是以一个指定的 Meta ID 的一个2级协议放在链上的，然后所有的协议的格式呢，也是同样存放在链上，所以开发者他就很方便知道，哦，原来这个协议它的那个使用数多少，有多少数据，然后如果我这个应用需要这些数据的话，我就可以很方便的引用相关的数据过来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可能说我要做一个全新的一个应用然后里面我可能希望有一个
小的模块，我希望能够展示用户的一些过往的一些微博信息啊，我就可以查看哦，原来这个微博协议在上面已经有很多数据了，然后多少用户用过了，然后我就可以很方便引用在我的应用里边，然后用户登录到他这个新应用的时候，就可以立刻看到他过往的所有的那些微博数据啊，然后每一个功能模块它其实都可以抽象成变成一个协议啊，然后开发的过程中呢，它就是开发者都可以将不同的协议引进来，然后就相当于完成一个拼积木的过程，就可以完成一个应用开发。好，然后这个是Meta ID 的一个大概原理啊。然后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核心的一个原理就是我们定义了一个 Meta ID 的一个协议。这个图可能稍微有点小啊，顶部的那个蓝色方块，它就是 BSV 的主网啊。所有的应用方或者是数据服务方，它都会根据 Meta ID 的协议，从区块链上边获取带有 Meta ID 标识的 TX 啊。不带有 Meta ID 的 TX 它是可以不处理的啊，所以它就是只处理自己关心的 TX 就够了。然后呢，会根据 Meta ID 白皮书的协议啊，根据 MetaNet 白皮书的协议，将拿到的 TX 数据，然后一条条的组织起来，然后缓存起来，然后呢，它会根据 Meta ID 的形式来构造下面的用户 A 这么一棵树，用户 B 的一棵树，所以在基于 Meta ID 的数据形式呢，其实变成了一棵棵的用户树啊。这可能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在 Meta ID 世界里面只有用户树啊，所有只有一种形式，就是一个用户树，每个用户的数据都是一棵大树啊。然后呢，应用数据是怎么来的呢？应用数据很简单，它就是由不同的用户数据的应用数相关的数据再聚合起来的啊。以前过往互联网的一个数据的划分方式，它是以应用为划分方式，是吧？然后一个应用，一个大的数据库，然后每个应用之间的数据库不能互通啊。但现在 Meta ID 最大的一个改变形式就是数据它是以一个用户它是一个数据库的形式来去存储起来的。然后呢，这是一个 Meta ID 树的一个具体格式，简单来说，我们会将用户的信息放在那个 info 节点下面啊，所以呢，其他应用呢能够很简单的能够读到用户相关的一个信息，然后左边的那个 protocols 呢就是放相应的协议啊，大家可以理解成是每个应用的一个数据都放在 protocol 下面，并且呢，这个每个应用每个协议的一个格式是应用方自己可以定的啊，当然他定了之后他不一定公开出来啊。这也没关系，但我们鼓励就是应用方他制定自己子协议的时候会公开出来啊，这样子其他应用就可以也可以采用啊，也可以知道这个 protocol 下每个数据的格式是怎么样子啊。就以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建了一个 sample protocol 的这么一个协议，然后它就可以在下面的那个 data 下面以 JSON 也好，或是以其他的这么一个格式也好，保存相关的数据。啊，这样子其他应用它就可以很清楚哦，我需要取所有用户的 sample protocol 这个节点下的数据，我就可以聚合成一个所有的用户关于这个协议的数据这么一个列表了。就可能还是有点偏技术，有点枯燥啊。就是所以我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都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微信发的信息 ，Facebook 能够收到会怎么样子？啊，这其实就是我们 Meta ID 要打造的这么一个目标，不同应用间的数据可以互联互通啊。假如今天啊，微信的信息和 Facebook 信息，当然可以还有更多啊，像比如说，假如是能够和WhatsApp 啊、和 Twitter 啊、和微博啊等等数据都能够互联互通的话，其实我们今天就可以拥有一个70亿人都在用的超级社交软件。是吧？我不用管，我的朋友是在用哪个客户端，我也不关心他是在哪里啊，我只需要之前是我的好友关系是确定的，我直接给他发信息的话，他不管是用 Facebook 也好，用微信也好，用 Twitter 也好，他都能收到我的信息，啊，然后我们数据呢也不会再绑定在某一个公司上啊，就是说，因为
无论用哪个软件，我的好友关系也在，我过往的那个那个沟通记录也在，所以某个软件不好用，我们很简单换另外一个应用，然后应用 B 的自费过高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再换另外一个应用 C 啊，这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这么个场景啊。这个场景呢，在我看来呢，才是我们希望的未来的互联网应用该有的这么个样子啊。但其实呢，就是这么一个愿景呢，在我们看来呢，并不是说太遥远，因为我们 Meta ID 已经是可以说是准备好了啊，可以说准备好了。就今天，其实我们也有能力开始打造刚才提到的类似的一个未来互联网应用的一个样子。我们 Meta ID 呢，大概的历史就去年5月份的时候发布第一版的，所以我们第一版的协议已经发布了接近1年了。我们的 V1.0 版本的协议啊，是去年10月份再发布了一个正式版的一个协议，大概去年10月份的时候，然后这个 1.0 版本的正式版协议呢，也发布了近半年了。然后呢，我们也决定了这个1.0版本的协议也和 BSV 协议一样是 set in stone 的，就是主体的我们不会再更改了。然后第二个呢，Meta ID 的现在的数据基础服务商呢，已经有2个。第一个就是 Meta SV，Meta SV 是一个位于在日本的一个 MetaNet 数据服务商，啊，它这边也支持 Meta ID 的数据的服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在经营的那个数据服务商叫 Soulman 啊，这2块呢，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会有更详细的这么一个介绍。并且呢，就是钱包呢，可能也算有2个了啊，就包括我们昨天也提到过那 Soulman 还有小聪游戏里边内置的钱包也支持了 Meta ID 啊，并且 Meta SV 前2天推出的那个 Xpub 云钱包啊，以后也会全面支持 Meta ID。还有很重要的就是那个应用上，现在今天已经上线的。还有最近2周马上要上线的应用加起来已经快有20个了，而且我们第一个应用大概是去年6月份的时候发布的，那个 SoulBus 啊，可能现在还是有朋友每天在用，所以我们 Meta ID 的应用其实已经是很良好的运行了差不多1年时间啊，然后也取得了我们想要的这些效果啊，也体现出 Meta ID 的设计的一个目标。好，然后可能有些朋友特别是新朋友啊，特别在看直播的新朋友，他可能对我们 Meta ID 还不是说没用过相关的应用，所以我也准备了一个视频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 Meta ID， 就 Meta ID 做的应用大概会有怎么一个特性，这样可能更直观一些。我是会以搜 APP 为例子，搜 APP 就是我们的一个Meta ID 的应用。它上面是一个类似微信的这么一个社交软件啊，然后我们相信它以后会成为每个用户的一个社交中心，啊，所以它上面也有用户的一个关系列表，然后也可以在上面和你的好友进行一个 P2P 的一个加密聊天，啊，然后它还是整个区块链的一个全网通知中心啊，就是只要用户在某个支持 Meta ID 应用上使用啊，它不管是在哪个软件也好啊，你都会在那个搜 APP 上立刻收到一条通知，啊，你也可以在 APP 里面直接和它进行沟通，哎，比如说，这个搜 APP 后面的服务呢会监听所有的和你相关的一个交易啊，并推送给你，啊，所以即便别人在其他 BSV 的 APP 里面和你进行了互动啊，然后你也可以收到相关的一个通知。对，比如说这里是一个点赞啊，待会左边的那边应该是也会马上收到一个通知，所以就你不会错过任何的一个交易啊。对，点赞，然后马上能够收到通知，然后比如说还有其他的操作也同样会收到通知，比如说评论啊、转发等等啊。就比如说你可能举个例子，在微博里边啊给别人评论了，你可能在微信里面可以收到通知。啊，就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然后当然别人给你转账了，
也能很快的知道哦，这是谁给我转账了。这个是以前在很多BSV 钱包里面是做不到的。当然是我们这个是只要支持 Meta ID 的钱包进行转账，我们就能够知道他是谁给你转了账。同时，它也是一个 Meta ID 的一个应用中心啊，然后上面集成了很多 Meta ID 的这么一个应用啊，然后越来越多 Meta ID 的应用也即将出现了啊，就今天为止已经有20个了，然后我们相信今年年底的时候会更多啊，我们还是挺有信心，在今年年底的时候会有超过50个的应用出现。好，然后这是一个 Soul APP 啊，我们一个基于 Meta ID 的一个社交应用的这么一个介绍。然后在刚才视频里面，相信也能看得到，就是数据互联互通会产生什么有趣的一个效果。好，我在就是用一个比较通俗的一个比喻啊，在我们看来呢，就是在未来的互联网里面呢，就 BSV 网络它更像是一台全世界都共用的一台超级电脑，而 BSV 呢，它就是电脑里面的这个能量。Metanet 呢，它更像是个数据组织或者是相互操作的这么一个协议。Meta ID 呢，它更像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操作系统。所以呢，在上面发送的每一个基于 Meta ID 的 TX 呢，它就很像一个电脑上的一个具体文件啊。然后一个 Meta ID 协议呢，或者比如说是一个 Simple Micro Block 协议，它就是 Simple Micro Block 协议，就是我们每天用 Sobus 的话用类似的软件发送微博信息的这么协议啊，它本质上更像是一个文件格式，而每个应用呢，它就像一个电脑上的一个程序啊，就比如说我通过 Sobus 我创建了一条交易，它更像是在电脑上创建了一个文件啊，比如说是一个 JPG 文件。然后这个 JPG 文件呢，它是有很多程序可以打开它的，它不是只是某个程序才可以打开它的，它可以这个 JPG 文件可能是 Photoshop 可以打开是吧？可能是某些看图软件可以打开吧？我们的形式也是跟它一模一样，这样的比喻可能就大家对 Meta ID 的这么一个理解可能会更简单一些。好，然后我 Meta ID 呢推出了基础设施呢也在不停的完善啊，我们经过1年的那个 Meta ID 的一个开发，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基础设施或者是方面开发者开发的工具都已经推出了，然后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要推出的这么一些服务，可能可以再增强 Meta ID 相关应用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们马上可能会推出基于 Meta ID 的授权访问的一个服务这样就可以做得到，我的数据我只可以授权给某些应用访问，然后甚至说别人要访问我的数据，他需要付一定的费用，这样子就可以变成不但是数据为我所有，而且我可以控制它，我可以很方便的销售它，这可能就是比如说很适合在一些比如说是病例隐私的场景是吧？然后医院获取了我的数据，但我可以授权另外一个医院是不是可以读到它，这样子就不会敏感信息就会被泄露了。然后比如说我是一个音乐创作者然后我这边就可以很方便的授权其他用户他可以购买我的音乐软件也不至于说谁都能够把我的音乐读出来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也会提供一个 Meta ID 的这个 token 的构建模型我们 Meta ID 其实现在已经和那个感应合约有个很好的结合了，但我们这个 Meta ID 的 token 模型，它是个更抽象一点的这么一个 token 的一个模型就以后它可以兼容更多的 token 方案这块呢，待会会在王宇的那个 Meta ID 和 token 介绍这个环节会有更详细的介绍。然后第三个，我们还推出一个 Meta Load，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服务，它可以使得 Meta ID 数据真正的以分布式存在。现在我们数据服务商刚才提到有2个 Meta SV 还有 Soulman 等等，但我们以后推出 Meta Load 的话，每个应用它自己都可以成为一个数据服务方，然后 Meta ID 的数据它就可以真正的分布式存储在不同的应用方里边，甚至是存储在用户里边然后因为在我们看来扩容的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每个应用方负责好自己的数据这是我们认为的扩容的关键点，这也是数据能够得以近乎永久保存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步的
下一步的一个工作重点。好，然后刚才提到的都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还有就是说一个可能也偏技术一点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可能最后10分钟左右，我会就是和大家畅想一下啊，或是说一下我心里对于未来的下一代互联网到来的时候，各个应用场景会有什么个变化，或者说就 Meta ID 各个应用场景上会有什么的一个跟现在不一样的好玩的场景出现。好，然后第一个说一下就是社交应用场景啊，社交应用场景，可能大家也很记忆犹新啊，前2个月，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的在 Twitter 上的账户被封了啊，然后在过往之前啊，Twitter 上很多的数据也被黑客入侵修改了。但我们认为呢，就是如果是 Meta ID 的社交应用呢，它是完全能做到是个分布式的一个社交应用，哎，就刚才提到过的那些数据互联互通，然后用户真正掌握自己数据这些特点的话呢，我们相信以后相同的社交软件，或者说就是整个的互联网上只存在一个大的社交软件，但这个大的社交软件里面它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客户端啊。就比如说我用这个客户端 A， 我觉得不好，然后我可以换客户端 B， 然后上面的还有关系数据都在，啊，然后呢，数据呢也是由于都存放在区块链上，然后也是应用方它不能删除，啊，也不能篡改，啊，就当然了，就是每个应用它也会必须遵守自己当地的一个法律啊，应用方它也有权利来去屏蔽某些不合法的一个数据，啊。这个当然跟现在也是一样，因为它是不是和监管冲突的，只是说它是会产生很多个不同客户端，这客户端可能存在不同的国家里边啊，所以用户他其实可以选择各个国家的一个客户端，因为但数据都是采用同一个在一个区块链上面，所以都是无论它用哪个版本，数据都是互通的，都是在的。所以我们认为就可以产生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刚才提到的那个，比如说 Facebook 跟微信通讯的这么一个场景啊，然后就是应用，就是可能那个应用如果是封禁了某个用户的话，比如说推特如果封禁了那个特朗普的那个微信的话，那个 Twitter 的话，哎，它可能就是可以也立刻登录到其他的一个软件上面去，啊，就是未来的社交可能会达到的这么场景。然后呢，还有一个游戏场景呢，我觉得也是会变得可能会很有趣的，因为 Meta ID 呢，数据可以互联互通，然后呢，数据可以永久保存啊。然后我第一个能想到的一个可能改变的场景就是可能，哎，我所创建的角色或者是我培养的角色，在区块链上也好，或者在下一代互联网上也好，就可以达到永生了啊。然后我的人物也可以随着我使用不同的游戏。玩不同的游戏啊，然后来去累积成长，啊，然后我培养一个角色，然后我所拥有的这些道具，所拥有的这些服装啊等等，哎，我其实也可以登录到另外一个游戏里面，这些数据都在，啊，然后更不用说我打到一个装备出来，然后也可以在另外一个游戏里边进行一个交易，就是其实现在有一个挺新的一个概念词叫做元宇宙，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叫 Metaverse。其实Meta ID 的游戏其实现在就可以打造一个真正的元宇宙，就是和现实中的人物、现实中的场景可以十分完美的模拟出来的这么一个场景。但唯一不同的就是得益于区块链数据，它甚至可以达到一个角色的永生啊，这是我能想到的一个很有趣的这么一个场景。好，然后还有一个电商场景啊，电商场景，大家可能前2天也被刷屏了那个马云那个天猫淘宝啊，然后由于那个垄断2选1的原因啊，被罚了一个天额的罚款啊。其实以后基于 Meta ID 的这么一个电商应用，它就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因为电商平台它是没有权利让商家2选1的，整个的一个关系变了。因为以前为什么天猫、淘宝、京东这些可以让商家2选1，就是因为商家它是围绕着平台来赚的，平台拥有绝对权利。但以后的模式就变成了，
我的商品就是属于我的，我作为一个商家，我就可以直接发布我的商品信息到链上。我甚至可以设置好这个商品的这个佣金啊，等等。然后呢，其他平台的作用呢，它只是显示我的商品，并且推销我的商品，卖出之后就赚取佣金，就仅此而已。所以反过来就变成了不同的平台其实变成围绕着用户转，然后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彻底解决了现在的那些2选1的问题，而且。在我看来，这些可能，就经过这次的一个天鹅罚款之后，可能对于现在的电商平台也是一个好事，这样才是一个公平竞争，才是该有的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视频网站的情况，可能大家很熟悉了啊。现在视频网站可能作为一个 MCN 机构它都要，我要录一个视频都要发布在不同的平台上，然后现在很多平台也是面临了，你只能发布在我这边上，是吧？然后比如说那个。很多直播都是有一个独家签约的，但以后也是可以彻底改变这么一个局面了我是个主播，我是个 MCN 机构，我就将视频流直播视频流也好，或者是个录制好的视频也好，就直接放到区块链上面也好了然后平台方它就变成个展示方，它不是说一个数据控制方我们这边认为它也可以就极大的改变了现在的这么一个关系可能现在也有主播可能也不用需要全部都卖货。带货来赚钱了，甚至它可以上直接是提供优质内容，通过用户的赚钱通过用户的点赞评论等等呢，获取另外一块的收入。好，所以简单来说呢，我们认为呢 ，Meta ID 它对未来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呢，也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改变就有大概4点在我们看来总结的有大概4点。第一个就是应用它不能再依赖于数据的垄断而获得超额的利润。第2点呢，就是应用间比拼的是用户的体验、资费以及创新能力第3点呢，就是由于微支付的能力还有 token 的能力应用的收入来源比现在就丰富得多不是现在90%的互联网模式都是靠广告。第2个就是靠带货我们以后会有更丰富的一个收入来源。第3个就是应用的所有权呢，可能也会发生改变它的所有权还有分红权不再属于少数的股东商业股东，然后可能更多的它是更早的阶段进入了全民公众应用阶段这是我们设想的可能好，然后最后呢，我想就是简单总结一下我今天的一个演讲。下一代的互联网呢，是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以用户为中心的这么一个互联网。而其中呢 ，Meta ID 呢，它是打造下一代互联网的这么一个关键技术。Meta ID 呢，已经经历了1年多的这么一个打造然后协议还有底层已经趋于完善了，并且现在已经有20多个应用在运行，然后也证明了我们设想是可行的。并且它随着现在我们用户越来越多，也证明了我们这个模式是能够应付大规模扩容的，甚至我们也有信心在上面可以承载所有的人，70亿人在上面使用。当然，这个可能要随着 BSV 的扩容，我们也会跟着能够满足这扩容的需要，并且很重要一点呢，其实很多人没意识得到了，就是我们今天就可以基于 Meta ID 重构所有的互联网应用。并且呢，Meta ID 呢，我们认为呢，就是会对未来的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产生很大的一个改变其中呢，当然也会包含了一个巨大的机遇而且这个机遇呢，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可能类似25年前的互联网的一个这么机遇，甚至是可能比25年前互联网刚到来的时候更大的这么个机遇因为现在大家看得到，其实由于数据的一个信息割裂等等，现在其实最大的这么一个应用。Facebook 它的用户数也是才10几亿，但我认为已经到达了天花板了。未来我们要有一个更大规模的互联网，它是可以达到的，它就必须要基于区块链，必须基于 Meta ID， 在这其上我们可以打造一个70亿人都在用的一个互联网，都在打造一个70人都在用的这么一个巨大的应用，这个市场规模比现在还要大很多倍所以呢，就是今天主办这个。Meta ID 主题演讲的目标呢，就希望能够让更多的
对下一代互联网应用感兴趣的朋友啊，对 Meta ID 感兴趣的朋友，能够看到和我们相同的东西，能够多了解 Meta ID，然后甚至是能够加入其中啊，让我们一起携手创建下一代的互联网。然后最后就是我个人的微信啊，还有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在 sobus.app 这个网站上提问啊，这可能更多给看直播的一个新朋友啊。好，然后我今天的演讲完毕哈，谢谢各位。